南极它一直都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，随着近几年的科考深入，有关于南极的传说和现实越来越近。比如南极它出现了比爱尔兰还大的冰洞，这真的是通往地心世界的入口吗？红色的雪瀑布也再也不是传说，这背后竟然真的与未知生命有关。还有传说中的美军追剿纳粹在南极开展过军事行动，这竟然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以及南极音乐、南极金字塔、重力异常区，还有冰盖下封存了上千年的远古湖泊和巨型鱿鱼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未知故事的真相。想加入文中野混剪培训营的同学，可以找我学习，一起写文案、做视频，发自己喜欢的文化知识，增收副业。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个呢，史前南极人。1995年，距南极整整一个地球的北极山洞里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块古人类的骸骨。初步鉴定啊，它死于13000多年前。我们观察它的下颌宽度和我们现今的人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同时啊，当地的土著向导也说，发现这个骨骸的地方叫做跪地洞穴。我们特林吉特人把这些洞穴称之为苏卡卡，意思是说呢，我们之前的人，他们似乎总是在这地穴中出入，就像地穴深处连接着另外一个世界一样。在我们远古祖先在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一段时间了。但当时碍于技术有限啊，科学家们无法进一步分析骨骸的 DNA， 并且啊，这次科考行动涉及到了一些北美原住民的宗教问题，因此啊，不得已被搁浅。但与此同时呢，发现苏卡卡的古生物学家希顿博士认为，这块骨骸和地球另一端南极发现的一块头骨很像。我们看这具头骨，它发现于1985年，被称之为南极女士，在南极半月海滩出土，被认为啊是一位死于1500年以后的南极土著。这块头骨啊很出名，因为如果要坐实他南极土著的身份，那么他的后裔所在的国家智利就会向南极索要主权。虽然国际公约说南极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，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想拥有南极。而希顿博士提出的这一南一北的骨骸相似的时候，一个史前南极人的猜想就出现了。我们看这张图，这是我们熟知的人类迁徙图。这张图是在说，蒙古人在15000年前，他穿越白令海峡来到了北美，演化成如今的北美印第安人。北美印第安人又花了上万年的时间，逐渐南下，演化成了今天的南美印第安人。后来他们一直南下，到达了最靠南极的火地岛，在这里啊，被波涛汹涌、德雷克海峡阻挡，未能进一步踏足南极。可是如今这两块骨头好像是在说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蒙古人一步一步南下而演化的，我们自古就生活在这里，我们是1万多年前从南极的半月海滩一直分布到南极阿拉斯加的古人类。但是在我们的三观里啊，1万多年前根本就不可能有贯穿地球的航海黑科技，就算是有这种科技，那么季风和洋流似乎也是不允许的。那么真的是苏卡卡他用一种未知的方式穿越地心，互通南北极吗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来到了2017年，希顿博士用 DNA 来证明了苏卡卡和北极因纽特人、特林吉特人还有蒙古人的亲缘关系都很远，反而真的和南极女士的亲缘关系非常的近。同时啊，南极女士又和智利的土著、火地岛的土著关系非常近，这就等于说，史前1万年前真的存在一个航海南北极的超级古文明，而且他们的中心是在南极，因为越往南混血越多。那么据我们可知的古人类是谁第一个达到南极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